联盟大事，场外风云，白话美职篮，一起聊个球。我是老白。NBA 季后赛继续开打，湖人101比94力克火箭，再下一城，系列赛大比分2-0领先。这集的剧情，我想兄弟们已经看过了3遍。常规赛湖人在3月17日和3月19日双杀火箭，再加上这一场，湖人过中线提前包夹杜兰特，杜兰特再次被防到全场9失误。3天前的 G1，湖人在詹姆斯带领下先下一城。那场球火箭少了杜兰特，进攻打得又急又乱，篮板是能抢，身体也敢上，可一落到阵地战，整个进攻就开始发涩，球传不顺，人也接不稳，冲进去还经常终结不了，说难听一点就是一群糙汉在硬抡，尤其是申京。数据先放一边，比赛观感是真的别扭，和全队节奏始终拧着，打得不够硬，也不够干脆。反过来看湖人，这支残阵反而越打越顺。东契奇和里夫斯长期缺阵以后，艾顿和肯纳德的戏份明显变重，而且两个人不只是出手多了，效率也跟着上来了。肯纳德这轮系列赛直接化身外线火枪手，手感一热，火箭外线就开始头疼。艾顿这边更直接，卡位顺下护框吃饼，整个人就是季后赛级别的大中锋状态。毕竟是打过总决赛的人，比赛强度一上来，他反而更适应。虽然湖人1-0领先，但外界赛前并没有完全倒向湖人。美媒那边依旧更看好火箭，原因也不难理解，杜兰特要回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湖人这边伤病情况还是不轻，里夫斯有希望在系列赛后段尝试回归，但东契奇这轮大概率还是打不了。腿筋这种伤一旦复发，后果很麻烦，湖人也不会让他硬冒这个险。火箭这边则等来了最大的利好，杜兰特热身之后决定出战，状态看着也还不错。这场球最吸引人的看点一下就出来了，詹姆斯对杜兰特，系列赛强度正式升级。比赛开场以后，火箭先由小贾命中3分，可湖人回得很快，詹姆斯第一波防守就直接抢断申京，断下来以后没有停，自己一路推反击，顶着杜兰特往里压，最后硬把球放进。这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老詹推进时根本不绕，直接拿身体去吃杜兰特的对抗，把第一球打成了最硬的那种反击终结。紧接着斯马特也来了，持球正面冲阿门，第一下先用肩膀顶开一点空间，第二步直接往禁区踩，最后像坦克一样把球放进。就前2个回合，比赛味道已经出来了，火箭想先提速，湖人先把身体对抗拉满。第一节杜兰特其实扛住了，开场连续失误以后，他很快找回节奏，火箭前面那段能咬住比分，几乎全靠他一个人硬解。杜兰特上半场主要就靠2种球续命，第一种是转换和半转换里的抢投，湖人阵型还没完全落稳，他拿球以后不等复杂配合，直接在肘区和弧顶附近拔中投，或者顺着退防节奏追身投3分。这样的球防守还没完全贴上来，杜兰特出手点又高，抬手就有。第二种是侧翼持球单打后的急停中投，他通常是在侧翼接球，先用1到2下试探运球，把防守人重心往后压，防守人一旦退半步，他马上急停干拔，如果贴得太紧，他就先用肩膀顶一下，把防守人顶开一点，再接一个后仰跳投。也就是说，火箭第一节能跟住，不是因为进攻打顺了，而是杜兰特在拿自己最熟的那套高难度单兵硬解，一球一球给火箭输血。可湖人这边第一节真正把分差拉开的是斯马特和肯纳德。斯马特这节最强的地方在于火箭前面为了夹詹姆斯和收缩内线，愿意放他一些外线机会，结果他空位来就投，而且连着进。火箭本来想让斯马特来抽奖，结果斯马特把抽奖打成了稳定产粮，而肯纳德后半段那波连拿8分则完全是另一种打法。他的第一球是外线接球，防守人缩得稍微深一点，他直接3分抬手，下一球防守扑得更凶了，他就不在原地投，而是借着队友掩护横移一步，进到中距离抬手命中。再往后，防守人已经怕他直接投了，他接球以后顺步往里走，轻松上篮，所以肯纳德这段不是手热随便进，而是防守每变一次，他就换一种处理方式。第一节打完，湖人33-26领先。这个7分优势其实不是靠谁突然爆了，而是湖人把比赛打得比火箭清楚。詹姆斯先定对抗，斯马特把空位投进，肯纳德把中距离和顺步上篮都打出来。火箭这边则更多是在靠杜兰特一个人把局势硬撑住。第2节一上来，詹姆斯开始发狠，这一节最有标志性的就是他连续命中2记3分。第一球是持球观察泰特站位，看到泰特都退得太彻底，完全放空，直接抬手3分命中。
第二球更狠，几乎就是迎着申京狠狠干，不讲理3分。他前面已经用背打、突破和推进，把火箭防守人的重心往里拽了。等对面犹豫到底是继续守篮下，还是提上来扑外线的时候，他直接在最痛的位置下刀。老詹这场的比赛节奏一直都是这样，先让你担心他的突破和背打，再突然来个突施冷箭。这个阶段湖人一度领先到15分，中间肯纳德继续得分。不过火箭第2节后半段也打出了一波像样的反扑，湖人前面一度断电，杜兰特开始连续强攻，把比赛重新拖回悬念区。这里还是得回到他上半场的得分方式，阵地里1对1试探运球后的急停拔起，转换里防守没站稳，直接抢投。半场打完，杜兰特7中6拿20分，火箭能把比分追到只差3分，真的是他一个人撑出来的。可问题也就在这儿，杜兰特是在得分，可火箭没有被他带顺，传接球还是差，处理球还是急，弱侧接应点还是不稳定。这就是火箭最难受的地方，最强球员在拼命应解，可整支球队没有跟着变得更流畅。第3节是整场比赛真正被湖人拉回来的转折点，开局火箭先打出4-0，反超1分。眼看着局势要往火箭那边偏，詹姆斯开始连续送出4次助攻，把湖人的进攻重新摆回正轨。先为艾顿轻扣，再找外线，再继续往中路送，然后就是整场最炸的那记镜头折叠背扣。詹姆斯面框持球，先观察杜兰特的脚步，完全没有提速的意思，而是在试探 KD 到底是站中线还是站突破路线。等看到杜兰特重心往后撤那一下，詹姆斯直接第一步启动，从正面把人过掉。KD 直接被定在原地，老詹到了篮下也不是顺着惯性平平常常上篮，而是整个人在空中折起来，把球反手狠狠干进篮筐。这就是41岁的老登。詹姆斯前面那一下观察和启动时机，杜兰特不是没站位，可他只要重心晚交半拍，这种球就根本没法补。而第3节另一把刀还有艾顿那记隔扣申京，球到中路以后，他根本不多看，接球就起。申京的问题还是一样，脚步总慢一点，护框总晚一点。等人真跳起来的时候，艾顿已经把球砸进去了。八村塁这节也一直在补刀，外线有球就投，弱侧接应就终结。火箭防守一旦因为包夹和协防开始乱，八村垒这种点会特别舒服，因为他不需要多持球，拿到球就能在最稳的位置把回合结束。这一节最重要的其实还不是湖人进了多少球，而是杜兰特被打到几乎没法出手。第3节杜兰特只出手1次没进，只靠罚球拿1分。湖人防守内容很简单，但很狠，只要杜兰特过中线持球，直接提前夹。第1层先堵正面，第2层再切传球线，第3层已经准备打反击。结果就是他一抬头，眼前全是人，想自己打，起手空间没了；想出球，弱侧传球线又在被断。他这场9次失误不是偶然手滑，是湖人一整套防守思路实行到位的结果。第4节，火箭还在拼，詹姆斯先助攻海斯打成2+1，申京马上自投自抢回应，詹姆斯又自己自投自抢补篮，比分一直在5到8分之间徘徊。这个阶段最怕的其实不是落后，而是谁先乱。湖人没乱，火箭也没完全崩，但比赛已经变成了那种谁犯错谁先死的局。这时候奥克吉先投进1记3分，打破了平衡，可回过头来，老詹继续军训小贾，拿球以后先用身体把第1层防守顶退，再顺着路线往里压，火箭只能继续往回收。然后杜兰特传球又失误，八村垒中投命中，比赛继续往湖人这边偏。最后3分钟，火箭真正被打死，斯马特先继续造犯规，杜兰特终于突破上篮打进1球，勉强给火箭续命。可回头斯马特又狠狠干1记关键3分，伊森虽然马上回应3分，可火箭还是没把局面翻回来。结果最后1分钟，杜兰特跳起来想找队友，结果再度失误。这个回合一出来，比赛其实已经结束了。詹姆斯直接无球空切，双手暴扣，把火箭最后那口气狠狠干灭。肯纳德最后2罚全中，湖人101比94再下一城，系列赛2-0领先。所以这场球如果要讲透，重点其实很明确。火箭当然很努力，篮板也抢到了，身体对抗也拉满了，可他们一旦落进阵地战，传接球质量和破包夹能力就非常难看。杜兰特上半场7中6拿20分，看着风光；下半场5中1支拿3分，再送5次失误，整场9次失误。只要湖人把他夹住，火箭后面那一串回合质量就会迅速往下掉。
看了火箭的传接球质量，相信大家都被气笑了。火箭的糙汉篮球承包了今日全部笑点。反过来看湖人，这支残阵现在的基本盘非常清楚。詹姆斯控全局，斯马特包办攻防两端的脏活和关键球，肯纳德持续补刀，艾顿和巴村垒把中路和侧翼的终结补上。火箭在用力打球，湖人在用层次打球，这就是2-0最本质的原因，这就是将才和帅才的区别。论单挑硬解墙头，杜兰特是非常优秀的单兵；论统御全局和破包夹，老詹41岁的控场能力也是降维打击。你永远可以相信勒布朗·詹姆斯。41岁的老詹当然不是2016年或者2018年的版本了，可2026年的季后詹依旧能把比赛一层一层拖进自己最熟悉的节奏里。这轮系列赛打到现在，火箭的劲很足，湖人的刀更准。如果下一场火箭还是破不了包夹，还是给不了杜兰特更轻松的出球环境，那这轮系列赛真就离出局不远了。